据海关总署介绍，2022年我国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关口，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将如何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2022年，中国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了40万亿元大关。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用亮眼的成绩单来形容去年全年的外贸情况。同时，我也注意到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是在2022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3重压力之下所取得的。那展望今年时呢，海关总署认为，2023年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将更加坚定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信心。外界也期待2023年的中国能够继续作为全球经贸稳定器和发动机，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的新动力。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介绍，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外贸进出口顶住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冲击，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2.07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增长7.7%，其中出口23.97万亿元，增长10.5%，进口18.1万亿元，增长4.3%。尽管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3重压力，我国外贸进出口依然展现了强劲的韧性，在困难多、挑战大的情况下，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中国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40万亿元大关，对全球经济拉动作用明显。吕大良表示，中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得益于3个关键因素：一是出口有市场，主要产品竞争优势足；二是进口有支撑，国内需求潜力大；三是政策有支持，外贸发展的内生动力强。2022年，中国对东盟、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都保持较快增长，对新兴市场也在加速开拓。去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贸增速高于整体。根据最新数据测算，当前我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是14.7%，连续14年居全球的首位。中国连续6年保持呢全世界这个货物贸易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进出口国家，是吧？应该说这个贸易又反过来对中国的这个经济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即使在这种挑战在上升的情况下呢，我认为中国的这个外贸企业中国的产业还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优势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全球的供应链、价值链当中的地位是在不断的提高的这是和我们的创新经济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2022年，民营企业占外贸进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吕大良表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一直以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22年，中国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59.8万家，增加5.6%，其中民营企业51万家，增加7%，进出口21.4万亿元，增长12.9%。民营企业外贸第一大主体的地位继续巩固，外贸稳定器的作用持续发挥。国企民企和外资企业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3驾马车，尤其是民营企业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经济当中呢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创造呢这国民生产总值 GDP 50%以上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创新的经济是占了70%以上对于中国的这样一个就业是贡献是90%。政府部门各级政府对他们进行帮扶，实际上对有益整个经济的一个全年的这样一个增长。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经济组织都用动荡来形容2022年的全球经济，而中国外贸和外资稳步增长，显示出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巨大稳定性的认可。12号，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汽车技术供应商，汽车零部件巨头德国博世集团12号在苏州举行10亿美元新工厂的签约仪式。博世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将打造主要服务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及自动驾驶研发制造基地，并称这是该公司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上迈向未来出行的重要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去年9月，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德国巴斯夫集团在广东湛江投资100亿欧元建设一体化基地项目，这也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日本经济新闻社也报道称，在美国脱钩断链压力下，日韩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创4年来新高。
相关投资十分密集，甚至还吸引了瑞典轴承大企业斯凯福，也正在大连建设新工厂。日本著名商业机构伊藤忠商事的社长兼首席运营官石井静太预计，中国地域辽阔，疫情将在未来2到3个月受控，而经济活动也将在4到5个月之后恢复正常，因此目前正是投资的好时机。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全球化的一个正确的方向。党的20大呢，有关这个方面有更新的一些布局。我相信2023年呢，中国呢这个目标就是要这个吸引呢，这个更多的外资高质量的外资这个进入中国通过分享市场利润这种形式，来打造呢更多这个标志性的这样一些重大的一些项目的落地那么我想加上企业家的信心进一步的提高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的经济的信心，我们看到呢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美国会众议院12号通过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售战略储备石油。此事实质影响不大，但却对美国社会释放负面信息。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号回应称，敦促美国有关政客摒弃冷战联合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多做有利于增进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12号，美国会众议院以331票支持、9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禁止向中国出售战略储备石油的法案，其中反对票均来自民主党议员。联名提案的共和党议员罗杰斯声称，将美国战略储备石油部分出售给中国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事进行了回应。我们敦促美国的有关政客摒弃冷战联合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多做有利于增进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我们知道118届国会现在其实里面充斥着大批的来自2党的对华强硬派议员或者鹰派议员。那我们看到这个法案的在开幕几天之后就抛出，应该说是预示着这届国会未来在对华政策方面和以及涉华立法方面肯定是会不断出招，不断发起挑衅。有美媒分析认为，由于民主党控制了参议院，因此这项提案大概率将在参议院受阻。按照美国目前法律，出售战略石油依据价高者得的市场经济原则。去年3月，为了遏制油价飙涨，白宫决定释放 1.8 亿桶战略储备石油，有16家企业参加了其中3000万桶的竞价，其中中国石化旗下的一家全资子公司购得95万桶，占当批释放出3000万桶总量的 3%。虽然占比极低，但在美国党争的操弄下，成为共和党拿来攻击民主党执政的素材。共和党指控拜登儿子亨特曾向中国石化的这家子公司投资，而将美国重要的战略石油储备卖给了中国更是属于叛国。白宫当时曾强调，中资企业竞标过程合法，因为美国法律规定谁出价高就可购入战略储备石油，无论是否是外国公司。其实应该说明眼人其实都知道，按照美国自己的立法，我们中国公司是完全有资格而且合理合法去进行竞标的，你竞标竞不过人家那是另当别论，但是现在是完全把中国就把资格排除在外，其实就是一种出于政治上的斗争，而根本其实也不顾什么美国有关的法律规定或者合同契约精神呢。在这种就是美国推动对华恶性竞争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我们将会屡见不鲜。事实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制度建立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当时禁止一切石油出口，但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美国变为石油出口国。2015年，美国国会推出新法律，终结长达40年的石油出口禁令，以帮助美国石油打开国际市场。这也是中资企业去年购入95万桶美国战略储备石油的法律依据。但共和党主张美国优先，迎合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选民，因此中国企业购买美国石油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因为共和党不希望看到拜登领导的白宫是在对华政策方面出现任何的缓和和松动。众议院推行的现在很多法案的话，都是有一石二鸟的作用，其中它以很重要的目标，其实作为国内党派斗争或者是政党恶斗的一种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提案也是美国众议院选出新议长之后3天内通过的第2项不友好的涉华提案。外界担忧这是恶性的反华阴云笼罩美国国会山的表现。
10号，众议院批准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让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如何取胜的事务。英国《金融时报》观察到，麦卡锡点名反华鹰派加拉格尔出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意在试图对拜登政府施加负面影响，使其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立场，以推进经济脱钩断裂的方式来毒化中美关系，甚至在美国和西方世界营造对华不友好的氛围，意图复活麦卡锡主义。中方则在国际多边场合据理力争，向国际社会揭露美方的不良企图。12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就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中强调，加强国际法治必须坚决反对单边制裁，任何国家都不能把本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有的国家，特别是美国，违反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原则和多边贸易规则，以各种莫须有的名义打压别国高科技企业，人为干扰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稳定。这不仅损害别国正当的发展权利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同国际法治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值得注意的是，12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视频会见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就中美经贸关系、中国扩大开放等议题交换了意见。王文涛表示，美国政府以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对华采取一系列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和保护主义做法，损害了两国企业和民众的利益。希望美方正确看待中国发展给美国、给世界带来的机遇，按照两国元首指明的方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早日重回正轨。艾伦则强调，美中贸委会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两国工商界交流，愿继续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合作，为双方务实合作创造良好环境。外界注意到，去年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后，两国多个工作团队加强接触，以落实元首共识。分析认为，中美合作空间很大，拜登政府需要改善对华关系，来推进其内政民生改善以及外交的多项政治议程。这也要求拜登展现出政治驾驭能力，不要任由国内政治势力毒化中美关系。外界注意到，12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高级协调员坎贝尔在参加一场美智库论坛时，对中美双方的接触表示满意。他还说，中美应在2023年为两国关系修建护栏。This is the time in 2023 to build some guardrails, and we want very much to channel that in arenas that are good for both of our peoples. 坎贝尔高度评价中美元首去年11月在印尼的双边会晤，称这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打下基础。他强调，尽管外界认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将继续是竞争，但我们希望这是富有成效的和平的竞争。好，希望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针对中国禁售战略原油储备的新法案，那您对此怎么看？那么这个新法案有个拗口的名字 ，The Protecting America's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from China Act， 所谓防范中国保护美国战略原油储备法案。那么何谓战略储备呢？顾名思义，就是保障本国市场供应与秩序的重要物资。所以战略储备它是向内的，是面向本国市场的。这是常识。那么这一幕立法闹剧，它的影子是去年俄乌冲突打响之后，全球油气价格飞涨，美国总统上沙特讨油不成，眼见通胀失控，火烧眉毛，而且中期选举在即，于是紧急释放1.8亿桶战略原油储备。那么他也号召其他国家来跟风效仿，以平抑油气价格来遏制通胀。那么既然释放原油储备主要是供应美国国内，那么又何来限制中方说呢？按照美国能源部的统计，那么这其中大概会有95万桶的原油销售给了中石化在美国合法运营的子公司 Unipac。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正常而且是合理的市场行为，触动了美国一些个反华势力的神经。去年就曾经有媒体用这样的质问式的标题来煽动炒作，为什么美国要向中方来销售原油储备？那么这显然刻意模糊了供应在美中企与供应中国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界限。所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最新法案，充其量就是姿态远大于实质的作秀工具。美国原油顾问公司
叫 SA 能源的总裁萨拉·埃默森，今天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的采访时就指出，美国战略油储的释放，它主要呢是通过国内的这个管道输送系统进行的。那么即使有在美国的中资油气商获配，但是呢，再出口中国市场的概率实际上相当之低。所以在他看来，所谓95万桶的这个配售，根本就是无关美国能源亦或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所谓的小 case。那么甚至连众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叫帕洛尼，他也承认说，新法案就是一个不会有实质性内容与动作的所谓的发声工具。那么美方要发什么声呢？反华作秀，以闹剧开场的本届众议员，他们是在玩真的。好，请广阳先生保持在线，稍后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近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外长、防长2+2会谈上，美防长奥斯汀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还重申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首相即将访问华盛顿的行程，他将和美国总统拜登商讨芯片、军事等多个涉华议题。新年伊始，日本政府就展开多层级对美外交。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访美国之际，外相林芳正与防相滨田敬一已先期抵达华盛顿，并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举行2+2会谈。We agree that the PRC is the greatest shared strategic challenge that we and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face. 美日双方在涉台、涉港、涉疆、涉海等问题上皆无端指责中国。在台海议题上，尽管美日双方重申维护台海和平重要性，但奥斯汀表示，解放军针对台海的军事活动虽然有所增加，但预计不会在短期内武统台湾。They endeavor to establish a new normal, but whether or not that means that an invasion is imminent, I seriously doubt that. 此外，美国防长奥斯汀重申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并承诺要全力保卫日本，并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pacing challenge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 united in our concern over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ons. And I want to reaffirm the United States' ironclad commitment to defend Japan with the full range of capabilities, including nuclear. 美日2+2会谈联合声明中有2点引起外界高度关注，认为这意味着驻日美军的任务出现了扩展。其一，美日将改编美军驻日本冲绳的海军陆战队，组建更灵活、快速、适合离岛作战的滨海作战团。其二，将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共同防卫责任扩展至太空领域。对于美日重整驻冲绳海军陆战队，奥斯汀将此称为一项历史性决定，将使美军的存在更致命、更敏捷，能力更强。驻冲绳的美军是美国海外驻军里唯一一支军种齐全的驻军，人数超过 2.5 万人。冲绳被美军视为战略咽喉，不仅由于宫古海峡连接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还因为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仅111公里，因此由日本政客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实际上就是台湾有事，冲绳有事。正是由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驻冲绳美军及日本自卫队的任务近年来不断调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日重整驻冲绳海军陆战队是多年来美国在该地区军事部署的最重大的调整之一。美军甚至专门为冲绳量身定制了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等新战术战法。美国还为这支新编部队配备先进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以及与当前和未来威胁相应的反舰和运输能力，凸显出五角大楼希望从中东转向印太地区。日本则配合美国，不断增加在冲绳部署侦察设施，打造西太最大规模的宙斯盾战舰群，并正在落实分3阶段在宫古海峡两端强化导弹能力的攻击意味明显的部署。这个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改编的3个单位之一，而且首先改编，而且是唯一一个放在这个海外的前沿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单位。它的这个背景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战术的一个转变。对于美日2+2联合声明称中国为地区最大挑战，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在1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敦促美日不要做搅乱亚太稳定的逆流祸水。
美日嘴上说要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实则为其整军经武、穷兵黩武寻找借口。嘴上说要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实则编织各种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制造分裂对抗。嘴上说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则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别国内政。这些行径已成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现实挑战。外界还注意到，就在此次美日2+2会前，日本防卫省宣布准备在无人居住的南部小岛马毛岛上修建2条跑道，美日将从2027年开始在那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该岛位于九州岛最南端鹿儿岛西南海岸附近，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这个岛屿将成为军队部署和弹药补给中心。日本共同社认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一体化方针愈加鲜明，日本的专守防卫理念恐被进一步掏空。日本东京新闻12号的分析则指出，日本政府急速推进基地建设，全然不顾当地民众对噪音污染和渔业受损的担忧，而之所以加紧启动马毛岛项目，是为了给13号的美日首脑会谈带去伴手礼。安田此次外访的重头戏将是当地时间13号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这也是安田任内的首次访美。据日媒报道，两人除了讨论俄乌局势、气候变化以及经济问题外，安田还将重点介绍在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的彻底强化防卫力和大幅增加防卫费。会谈后，双方预计将发表以安全保障为中心的联合声明，强调推动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有分析指出，岸田将借此访进一步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以实现日本的军事图谋。这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可以说是，强化进攻能力，建立进攻能力，去建立自卫队能够持续作战这个能力，然后大幅度的增加军费，这一块可以说是完全符合美国的需要。除了军事领域，据悉岸田还将与拜登讨论如何在高科技领域抗衡中国，包括对华出口芯片管制以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合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美方出于维护一己霸权私利，一再滥用出口管制，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对盟国进行经济胁迫，恶意封锁和打压中国企业，人为推动产业脱钩断链，这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也将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利益。我们希望相关国家明辨是非，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是维护自身长远利益。据日经中文网的报道，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协会1月12号发布预测称，日本造半导体设备的销售额2023年度将比上财年下降5%，降至3.4998万亿日元，4年来首次低于上年。用于智能手机等的半导体储存芯片的行情持续低迷，半导体制造企业正在减少设备投资等因素产生影响。有分析指出，岸田文雄此次出访欧美5国，想凸显的主要有3点：日本能当政治大国，日本有权突破专守防卫政策向军事大国转变，以及在大国博弈格局中，日本是美国可借用的助力。但在目前，岸田政府在国内的执政却危机四伏。2022年底，日本内阁陷入辞职多米诺，多名成员因政治资金使用等问题相继辞职。岸田本人也被曝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有近100张空白发票，引发争议。丑闻不断，岸田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自1月7号起为期3天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仅为33%。另一项日本全国最新舆论调查则显示，46%的受访者认为岸田应在2023年上半年辞职。岸田也希望通过此次外访取得的外交成果，减少日本国内压力，挽回低迷的支持率。他这个只是他的目的之一吧，因为日本自己的角色变了，在同盟中的角色变了。以前他可能主要是防守，或者说帮助美军防守，现在他还要进攻，那整个的日本在日美同盟之间的角色变了，自然带来要进行从首脑到阁僚
以后可能还有事务层级的这么一个调整。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岸田这次访美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那刚刚也说到了周五岸田在白宫与拜登会晤，那您认为其中还有哪些看点？美国是岸田这一次欧美多国访问的最后一站，当然也是他最看重的一站。此前呢，日本方面已经为这一次访问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那么就在岸田抵美前，日美刚刚进行了外长加防长的2+2会谈。按照美国国安会印太事务专员坎贝尔昨天的吹嘘，这一次日美达成的协议声明是两国几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合作成果之一。那么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给出了在新战略竞争时代打赢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军事同盟的态势愿景图。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曾分析，岸田去年底发布的所谓安保战略3文件，确认未来5年将会大幅增加日方的防务预算，并且呢，以部署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等等激进动作来构筑所谓的对外反击能力。这是以日本式的防务安全暴走来向美国投名状，要做美国在印太区内的头号马仔。岸田在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鼓吹亚洲正处在历史性的一个危险时刻，声称全球安全环境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为此呢，日本正在展开自2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所谓军事强化行动。美报就头条报里昨天刊出的分析文章，以此来作为标题说 Biden's summit with Japanese leader marks a turning point。拜登与岸田会见标志着美日双边关系迎来了转折点。此前呢，美日媒体都在广泛爆料，声称美日将会借岸田此访来强化美日军事同盟，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值得关注的具体动作包括美方会否宣布对日出售战斧导弹，以及呢，美国在冲绳部署的海军陆战队将会进行军力调整。彭博社明确就指出，这一部署将针对所谓台海有事，确保所谓的前置导弹攻击能力。所以岸田这一次进白宫可谓是来者不善，中方呢应该高度警惕。好，谢谢管瑶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1月12号至26号，印度与日本将举行首次联合空中演习，以加强两国的战略联系与国防合作。双方均派出 F-2苏30等主力战机进行多域空战演练，或达小型空战规模。那么，日本频繁拉拢域外势力搞演习，究竟有何盘算？来看报道。印度空军4架苏30 MKI 战机、2架 C-17运输机以及1架伊尔78空中加油机，当地时间10号抵达日本，在茨城县航空自卫队百里基地着陆。日方用水门礼迎接首次抵日的印度战机。在为期2周的印日维尔守护者2023联合空中演习中，日方将派出4架 F-2战机和4架 F-15J 战机。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闻稿，参演的4架 F-2战机来自航空自卫队百里基地的第7航空团。F-2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役多用途主力战机，在美国 F-16战机基础上放大研制而成，可挂载对空、对地及反舰武器，属3代机。另外4架参演战机 F-15J 来自石川县小松基地的第6航空团的第306精英飞行队，该飞行队是日本空自的王牌部队，曾多次参加美国红旗演习，通常在训练中扮演假想敌。而该部队所驻扎的小松基地位于日本岛中西部，正对日本海，对于北方的俄罗斯和西南方的中国部队都具有战术警戒作用。印度方面为首次赴日联合军演派出大约150名人员，2架 C-17运输机主要为演习运送人员和装备，1架伊尔78主要为苏30 MKI 提供加油支持。苏30 MKI 是印度空军主力战机，为俄罗斯苏30战机的对印出口型号。此次参演的4架苏30 MKI 来自印度空军西部司令部有着沙漠猛虎之称的第220中队。该中队长期驻扎在哈尔瓦拉空军基地，毗邻印巴边境，距离中印边境约300公里。印度国防部在声明中称，此次联演设置了两国战机之间的各种空战演练，包括复杂环境下的多域空战任务。尽管没有公开具体科目，但外界分析，印军苏30 MKI 或将与日本 F-2和 F-15J 进行异型机对抗训练。
训练或从2对2开始，进而进行更复杂的4对4。双方还可能会设置复杂的战术背景，如一方2架战机模拟进攻，2架护航，另外一方进行拦截，连演或达小型空战规模。有观察指，印日参演战机均为现役主力机型，属同代机，但它们都不是双方拥有的最先进战机。日本空自已经装备了 F-35A 隐形战斗机，印度空军也拥有了法制阵风战斗机。之所以没有派出最先进战机参演，或与战略互信不够有关。各自最好的飞机，它的机型啊，那么数量它是比较少的，它的战力正在形成过程当中。参训的这个时机的话呢，也不成熟。另外，我还注意到，那么辅助性的飞机呢，只有印度的伊尔-78空中加机。那么我们看不到在空战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空中预警机。这次双方空中对抗空战演习的话，因为它的水平不会太高，那么空中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对抗能力的话呢，应该说会大打折扣。不过，双方这样的排兵布阵也是互取所需。印度飞行员可通过与日本 F-2的对抗演习，熟悉锻炼应对巴基斯坦空军 F-16战机的能力，而日本空自则可全面认识俄制苏30战机的具体性能。联演开始前，印度飞行员邀请日本飞行员登上驾驶舱参观苏30 MKI 战斗机，并做详细介绍。据悉，这是许多日本飞行员首次接触苏30 MKI 这款俄制大型双座战斗机，吸引大批日本自卫队人员围观。通过与印度空军苏30 MKI 的演练，实际上呢可以把俄式同型战机的性能全部摸清。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日本的醉翁之意并不仅仅在于印度空军，而在于印度空军中大量装备的俄式武器装备。如果在近距离通过编队对抗训练，可以找到这些战机的弱点。杜文龙认为，下一步日军也不排除会持续地与印度的 S-400导弹、T-90坦克、塔尔瓦尔级护卫舰搞对抗，这样基本上就可以把俄罗斯陆军、海军、空军主战武器装备的性能，包括作战能力全部摸清。在实战状态下，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就会做到心中有数。对于有声音认为日本想借近距离观察苏30 MKI 来推断应对中国苏30 MKK 歼16的战法，上海战略学者赵宗九对深圳卫视表示，不同出口机型性能差距明显，且歼16的研制生产比印度的苏30 MKI 晚了近20年，性能及作战效能远优于后者。同时的话呢，苏30它也不是中国的主力战机，中国的主力战机非常明显是我们的歼10、歼20，还有歼15、歼16，所以我们说他看了半天这个，说想了解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中国军队的战力以及应对的战术，我觉得话呢是无稽之谈。美国总统拜登涉密文件门持续发酵，继在拜登的私人办公室之外，在他的家里车库中也搜出一批机密文件。特朗普和共和党把持的国会众议院趁机发动猛攻，要求司法部门彻查拜登文件门。首先，在特别检察官任命仪式上就闹出了风波。美国司法部长加兰12号宣布，任命前马里兰州地区检察官罗伯特·胡尔为拜登机密文件事务特别检察官。此前，加兰曾委托美国伊利诺伊州北部地区检察官约翰·劳施对事件进行初步审查，但遭外界质疑，因此司法部重新任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上任的罗伯特为新的特别检察官。就在此前一天，媒体曝光拜登的助手去年12月20号在拜登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家中车库发现第二批机密文件。目前外界尚不清楚第二批文件的保密级别数量，拜登承认此事。Classified material next to your Corvette? What were you thinking? My Corvette's in a locked garage. Okay, so it's not like you're sitting out in the street. But anyway, was in a locked garage. Yes, as well as my Corvette. 但拜登云淡风轻的说法并不能令舆论满意，白宫发言人打太极的做法也令记者们相当不满。What is the White House trying to hide? Nothing. Someone gave the president a statement to read on Tuesday that was incomplete at best, misleading at worst. Who? So I have read out the president's statement.
He said that he respects or he takes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very seriously. You know, we take this very seriously, and the president does as well. When will the White House release a log of visitors to the Wilmington House? You know, that Fox did. Go ahead. 白宫方面为拜登洗地称，如果说是犯了错误，政府至少立即纠正了这些错误。但法新社认为，拜登文件们持续发酵，仍令拜登相当尴尬。私宅海湖庄园曾遭 FBI 搜查的特朗普，第一时间在其自创的社交平台发问：美国联邦调查局准备什么时候去搜查拜登名下的房产，甚至是白宫？那些文件肯定没有解密。据悉，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已经在策划针对拜登文件们的法律诉讼。特朗普的一名私人律师表示，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共和党人也抓住机会对拜登展开抨击，质疑司法部执行双重标准。他这个性质和特朗普基本上是同一类型，都是说这个美国它法律规定，就是说总统或者副总统卸任之后呢，你不能把国家的这个机密的文件呢，藏到这个私人的寓所或者是这个私自带出，那实际上是违反了美国的反间谍法以及了这个总统档案这个法律。分析指出，随着共和党籍的麦卡锡出任众议长后，共和党人一定会抓住这一良机，对拜登和民主党展开猛攻，甚至展开弹劾拜登的程序。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拜登文件门与特朗普的文件门相比，表面上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实质有很大不同。数量上看，从拜登办公室发现的文件仅有10份，且据报道并不涉及顶级机密，而特朗普去年被发现私藏的政府文件超过300份，其中92份涉及机密，25份涉及顶级机密。此外，要起诉某人不当处理机密文件，要先证明该人是刻意违规。而拜登特别顾问索博在9号的声明中也特别强调，被发现的文件并非国家档案局事先要求或询问的资料，换言之是拜登团队主动交出，而白宫也正与司法部和国家档案局积极合作。因此，有美国法律专家预计，此事将以行政手段处理，不会升级至刑事调查。